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。在过去门诊常常看到一种情况，就是你也来门诊做检查了，做骨密度也发现你有骨质疏松症，但是你的医师却跟你说，你的骨质疏松用药需要自掏腰包，健保没有办法帮您给付。的确，健保的资源有限，没有办法包山包海。在过往呢，健保给付的规定就是你要检查发现有骨质疏松，而且你要有脊椎骨折或者是髋部骨折的事实，才能使用健保给付的经费来治疗你的骨质疏松症，否则就需要自费。但是呢，已经发生髋部骨折或者是脊椎骨折，其实都已经很严重了，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希望在骨折之前就先开始治疗，以预防骨折的发生。那好消息来了，在今年，也就是114年的3月1号开始呢，健保就是扩大给付骨质疏松症用药的范围。那过往的骨折是限定在脊椎跟髋部两个地方，那现在新增了2处常见的骨折，第一个就是手腕的骨折，那第二个就是肩膀的骨折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小心跌倒，手撑到地上，发现了这2处的骨折，并且你是真的有骨质疏松的，那就可以使用健保给付来治疗你的骨质疏松症。那对于没有骨折的患者呢，健保也有列了3个新增的条文，让你在没有骨折的情况下，就可以使用健保给付来治疗骨质疏松症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你有糖尿病，而且你在使用胰岛素治疗，这时候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症，你也可以用健保给付的经费来治疗骨质疏松，你就不用额外自费。那第二个就是你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，那第3个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患者。那如果有骨质疏松呢，也可以用健保给付来治疗。那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在今年的3月健保扩大给付范围以后呢，如果你有髋部骨折、脊椎骨折、手腕的骨折、肩膀的骨折，再加上你有骨质疏松症，可以用健保给付来开立骨质疏松症的针剂或者是药物来使用。那如果没有骨折的患者，如果你是糖尿病并且使用胰岛素，如果你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，如果你有长期使用类固醇，并且病历上有记载的话，也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讨论，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。如果有符合骨质疏松症的标准，那也是可以用健保给付来治疗你的骨质疏松症。因为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最重要就是要预防未来的骨折，因为骨折以后呢，你可能就被送到急诊，就会需要开刀，那未来的生活品质一定会大大的受到影响。所以如果你有上述的一些问题，有一些符合健保给付的条件的话，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，看能不能使用健保的治疗来治疗你的骨质疏松症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，这是健保局扩大给付骨质疏松症药物的消息，希望会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